位同学，大家好。这礼拜我们开始进入Verilog 的实验啊。那我们先认识一下一些基本的 Verilog 的语法啊，这大概是这个礼拜我们实验的一个目的啊。好，那这个图我们之前有介绍过啊。那其实老师再重复一次啊，希望大家开始建立一个所谓的系统的一个观念哦。那我们在描述一样东西，好，那或者说以这个图来讲，我们来说这个黑盒子啊，它有什么样的功能？好，那我们必须有这几个部分要把它讲清楚。啊，比方说它的那个输出是什么，然后它的输入是什么，还有呢，这个输入呢，这个可能有分不同的类型。好，一种可能就是真正的资料的讯号，一种呢就是所谓的控制的讯号。啊，还有呢，最后呢就是说，那最主要这个功能是什么？那所谓的功能其实就是在描述输入跟输出之间的这个关系这个关系。那输入跟输入之间的关系怎么做？怎么把它做出来啊？那我们这样的电路呢，我们把它分成两种，一个叫做 combinational， 一个叫 sequential。这个从上个学期的课一直重复的跟大家讲到现在啊，所以这两个名词啊，大家一定要记得。那这两个的基本的差异呢，就是说它的输入跟输出的关系呢是这个输入如果那改变的时候，它的输出马上就会跟着变化那这一种呢就是叫 combinational。那当然它会有所谓的这个叫 get propagation 的 delay 那但是简单来讲，就是说它的输出状态其实就是马上可以由输入的一些这个 high 跟 low 来决定而且它不会有那个不一样的意外的情况输入给它什么，那输出就一定是什么这种电路就是 combination 了。那 sequential 的电路呢它就不是，它就一定会在特定的事情发生的时候，那它才会输出才会跟着改变。那通常这种特定的事情呢，就是所谓的这个 edge。edge。那一个什么叫一个 edge？就是一个讯号呢从 low 变到 high，或者是从 high 变到 low。所以会有两个情况，一个是从 low 变到 high，这个呢我们叫它是 rising edge，然后从 high 变到 low，这个叫做 falling edge。所以 sequential 的 circuit 它只有在某一些讯号的这个 rising 或者是 falling edge 的时候，这个系统的 output 才会改变。除此之外，它不会有任何的变化除此之外它不会有任何的变化这个改变的这个前提不存在的时候呢，input 不知道怎么改，output 它就不会变那通常这个触发的讯号呢，可能只有一个或两个那有些时候呢，如果是周期性的，我们就把它叫做是一个 clock 那今天我们先大概这一两个礼拜，我们就会先练习 combinational 在 Verilog 下大概会怎么写有哪些指令是 combinational 会用到。之后呢，我们再练习 sequential 的 circuit 也就是说它是会有正源负源触发那这个是之后我们才会再练习到。好，那 Verilog 有这个三种常见的写法，一个叫 get label， 一个叫 data flow， 一个叫 behavior。之后我们大概都只会用 behavior 的 modeling。因为这是比较一般常用的啦。这个其实都前面这两个大概就是你知道有这些这正在做设计，应该没有人会用这种方式来做。好，那什么叫 get label 的 modeling？这个就跟我们之前做的那个简化是一样。那顾名思义所以 get label 就是它的构成都是由逻辑闸什么样的逻辑闸？就是这些 and、or 或 or、xor，或者是 NAND，或者是 NOT
或者是 no 这些逻辑闸所构成的啊。所以基本上你一定要有电路图，就像这样逻辑闸的电路图，你才能会用到这个 get label 的 modeling。好，那后面慢慢你就会看到，事实上这个电路图不是很必要啊。我们其实只要知道输入跟输出的关系，你其实看这个，你大概都要有这样的一个想象，说这个就是输出嘛，那这是输入啊。好，那这个真值表就要描述输入输出之间的关系啊。你只要有这个有办法很清楚的描述啊，这个电路图长得什么样，那软体会帮你做啊。所以这个其实是很没有效率的一个做法啊，用 get label 的 model。好，那这电路图我们会做嘛？那个上学期的课程我们教过，这个在上学课本里面的，这个叫做那个 Line Decoder。啊，那程式要怎么写啊？好，其实这个部分老师讲快一点啊，因为之后不会再用啊。好，这个是它的一个范例的程式啊，这课本里面的范例，就说这个电路图啊，它的程式嘛，大概是像这样啊。好，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啊，这个是个双斜线的，这个是注解哦，通常应该说明说这个程式在干什么了啊。再来呢，这个是其实这个才是程式的主体啊，这个双注解部分啊，那个编译器啊，软体是不会管它啊，这是给人看的，这是你的主体啊。那主体呢，有几个要注意到哈，第一个呢是这个，哎，出体字是保留字，所以这个不能再使用，就是这个是给那个软体去看的，啊，他也知道要做什么事情了。好，那一定是一个 module， 还有一个 end module 啊，这就是里面包的就是我们的程式的主体。这个是 module 的名称，那注意到这个 module 名称一定要跟你的档名是一样，啊，你的档名是一样。然后呢，括号这个里面呢就是你的输入输出的 port， 啊，像右边呢4个 input， 4个 output， 这个我们把它叫做 D。然后呢，输入呢有 A 跟 B， 还有一个 enable 啊，enable 这个 E 啊，就是这边的 enable。好，好，再来呢，这个程式的里面你就要说明说这个是什么啊。第一呢，它是一个，因为有4个嘛，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叫一个 bus 啊，就是0到冒号3啊，所以包含了这个4个啊，4个的 output。那 input 有 A 跟 B， 还有一个 enable， 这都属于 input。啊，wire 呢是内部的接线啊，那所以我们在这电路上看不到啊，你必须把所有的线路都要给它一个名称啦。啊，那像这一条线就是 A not 这一条线，那这条线是 B 的反向，所以这个叫 B not。啊，那这个呢，这个是 enable 的反向，这个叫 enable not。啊，然后呢，这边呢意思是说，我使用到 not 逻辑闸，名字呢叫 G1、G2、G3，使用到 NAND 的逻辑闸，然后有4个，啊，名字叫做 G4、G5、G6、G7这样。好，所以这个呢就是 G1，这个 G1，这个是 G2 了 ，OK。好，再来你就把这个线路接一接啊，比方说 G1，刚讲这个叫 G1，对不对？G1 的输入是什么？是 A，有没有？不，讲错，先写的是输出啦，输出输入啊，所以输出这一条线啊，这条线就是 A not 啊，所以先写输出呢叫 A not， 那 A not 是这个地方有没有？它已经有宣告。好，所以我会等一下会用到了，这里就是等一下我会用到这条线，所以这个意思是说啊，我有一条这个 NOT 的逻辑闸叫 G1，它放在它的输出呢就是 A NOT， 输入就是 A 啊。那比方说这个 G4， 我们来看一下 G4 在哪里？这个 G4 呢输出是 D0，所以 G4 应该是这个啊。你看 D0，然后呢它的输入有3个，一个呢就是 A 的反向 A NOT， 这个呢这个是 B 的反向，这是 B NOT。这个呢是 enable 的反向，因为 enable 的反向，这是 enable 的 not。啊，所以简单来讲，这个 get label 其实就是把这个电路图用文字的方式描述出来。啊，这是 get label 的做法。课本的那个4.2，好，课本这个4.2的例子啊，大家你有兴趣呢，就是在看4.0例子，主要是说那个可以模组化的设计啊，就是你的几个 bit 的
全加器，你可以用好几个就4个 bit 嘛，那就是把四个一个 bit 的全加器合起来，你就可以有4个 bit 啊，这意思大概是这样啊。那写法啊，各种人有兴趣可以再进去看。再来呢，讲这个 data flow 的 modeling 啊，这边其实就是老师注解，就是它就是用 equation 啊，刚刚是电路图嘛，这个就是 equation 或者说 formula 啊，常用的会是这个 assign 的这个字啊。好，那你看到 assign 这边呢有个等号，然后呢，这个有这些很奇怪的符号啊，那这奇怪的符号呢，就是在课本的4.10的这个表格里面啊，就是这边 symbol 就是符号 operand 就是它的动作是什么operand 就是它的动作啊。那有常见的像这个加跟减，这个就是加法跟减法。然后你要做 and、or、xor 跟 not 啊，and 就是这个符号就是 and，or 呢就是一杠垂直的一杠啊，xor 呢是这个这样往上勾起来，像蚯蚓这个就是一个 not。这边特别跟大家说明一下哈，这个 and 有2种，一个叫做 bitwise，一个叫 logical。那什么叫 bitwise？我先讲一下。好，这个请大家看看右下角这个例子。bitwise 就是说比方说我有4个 bit， 叫0110，另外一个资料呢叫做1011啊，我要把这两笔资料做一个 and。那怎么做呢？就是每一个位数上下相对，然后再做个 and。比方说0跟1做 and， 答案是0嘛，1跟1做 and， 答案是1啊。10那就是0， 01也是0，所以这2个4个 bit 做 and 之后得到就是0010，也会是4个 bit。这个动作叫做 bitwise 一个 bit 去做 and 的动作。好，那如果你的 and 这个符号是两个代表什么？就叫做逻辑上的 and 这个什么时候会用到？就是这个判断式今天这个就是发生什么 A 条件 A 又发生条件的 B 的时候，我才要做什么事情那这时候我就会用且什么成立也要这个 A 成立A 条件成立 ，B 条件也要成立这个时候我们就是用且或者说 A 条件成立或 B 条件成立的时候，我要干什么事情那这时候的这个且跟或就是逻辑上的 and， 还有逻辑上的 or， 还有逻辑上的。那这个通常就是在描述一些条件这时候我们就会用到逻辑上的 and 跟 or 好，那这个是说等式有没有相等比方说这个 A 的变数有没有跟 B 的变数有没有相等，数值上有没有相等，或者比较大比较小，这是常用的符号然后呢，这个我们等一下会看到conditional 这个其实就是 if else 的意思if else 那这个 concatenation 这个等之后我们说有一些例子的话，我们再来看这个这个是什么意思？好，再来呢，还是 decoder decoder，那 decoder 如果把它改成用这个 data flow 的写法，它其实就变这样前面这个是跟刚刚是一样的就是你有 module 嘛，in the module 名字，然后这个是 input 这个写法不太一样，这个是 input 写在里面了这个是它有描述说 input 的这个类型，然后它的名字所以你把它写在上面跟写在下面其实是都可以刚刚这个它是写在这个只有写名字，它的那个类型是放在下面这两个写法其实都可以的。那它所谓的 assign 就是把 D0它是由什么组成的把它用方程式的方式把它写出来把它写出来。那这个怎么写呢？其实就是按照这个增值表那它我们看0比较容易看0什么时候会是0？就是1是0嘛，
，AB 也要是零的时候，它才会是零，否则就会是一啊，否则就是一。所以呢，他就把零的条件呢写出来，再加上一个 not，再加上一个反向，那这个就会是那个它的 equation 简单一个，你必须要把它做最佳化，你不需要把它做最佳化，因为这软体自己会帮你做啊。好，所以把零就是这个产生一的条件写一写，其实就可以了。好，这个叫做 data flow。这个也是 data flow 的写法，这个是一个4个 bit 的加法器。好，那你不用管它的那个那个叫什么？你不用管它的那个什么？你不用管它的那个什么增值表，其实你也不用管，你只要知道说它的这个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只要描述清楚。好，那这个加法器4个 bit 的加法器。那它的输入呢是A 跟 B。那 A 跟 B 这意思是说 A 跟 B 都是一个4个 bit，因为都是0到3嘛，所以这是4个 bit，所以 A 是4个 bit，B 也是4个 bit，这是 carry in，这是一个 input。好，那所以它的写法就会是怎么做加法，就是把 A 加 B 再加 C in carry in。那你加起来呢，其实有可能会变到5个 bit。可是我的 sum 呢还是4个 bit，sum 呢是0到33到0，所以这是4个 bit。那怎么办？所以这边就马上用到刚刚这个concatenation 这个只是说把这两个资料合起来，像这样这个是一个4bit 嘛，这是一个 bit，所以合起来就是五个 bit，五个 bit，合起来就5个 bit。那我加一加，我刚刚讲，这加起来有可能变成是5个 bit，所以他就把4个 bit 放在上，最左边那一个 bit 就放到 cout， 它就会是一个那个异位所以刚刚这个符号大括号这个符号，其实在这个地方就用到。好，那14页这个图，或者说example 4.4，你可以跟前面的 example 这个4.2，这都是一个4个 bit 这个加法器，4个 bit 的加法器你也可以看到这个呢写法就是用这个 getable 的写法你看要写这么多你用 data flow 呢就怎样一行就写完所以真的在设计上没有人会用是 getable 再去做设计的，所以之后我们大概不会再做 getable 的一些练习。这个是一个那个4个 bit 的比较器那它的输入呢 A 跟 B 都是4个 bit 它的输出就有3个，一个是 A 等于 B 这个 equal 是等于嘛，然后这个是小于，这是大于嘛那它怎么写呢？也是一样，因为它有3个输出嘛，所以你就3行这3行，这个意思说 A 小于 B 就是它成立的时候，如果这个成立这个就会是1，不成立就会是0所以这个都运算完结果永远都是只有0跟1不管是小于大于或这个是等于有没有相等，这不是等于就是两个有没有相等，判断两个有没有相等的意思它们结果就会是0跟1。然后最后我们来讲这个很特别的符号，就是问号问号呢其实就是一个 if else 的意思如果然后呢就怎么样，否则就怎么样这是今天我们要练习的其中一个重点这个是一个 multiplexer。这意思是什么？这意思是说这个我的输出，这是 mout 是我的输出，输入呢就是 A 跟 B 这都是一个 bit，select 就是一个选择意思是说我是用 select 来选择说我的输出要是 A 等于 A 或者是等于 B 等于 A 或等于 B。所以简化的写法就是说问号括号问号，这就是说请你判断一下括号里面成不成立了如果成立的话
我的输出啊，m 冒是我的输出嘛，输出就会等于 a，不成立呢，输出就会等于 b，这样。好，那什么叫成立跟不成立？就是数位的讯号上就会是0或者是1啊。所以这意思是说，如果我的 select 是1，就会选到 A；如果 select 是0，就会选到 B。啊，这个就是叫一个 multiplexer 啊，一个选择器啊，你要选择这个输出是从 A 来还是从 B 来的意思啊。好，所以你只要看到这个问号啊，其实你就要想到这个 if 还有 else 这样。然后第三个是之后我们才一直会用的，就是叫 behavior 的 modeling。好，这个是 example 课本的 example 4.7啊。好，那这也是一样 mout，然后 ab 还有 select。好，那 behavior modeling 它一定会有这个样子，一个是 always，然后小老鼠。好，我们会把这个影响到会变化的东西都放到这个里面来，啊，把它放到这里面，就是因为 mout 会受什么影响？就是 ab select 这三个嘛，所以就把这三个都放在这边，啊，是 a 或者是 b 或者是 select 啊，它意思就是有变化的时候了，我要做下面的事情，啊，我要做下面的事情，啊，那所以你可以用 if else 去写，啊，如果呢 select 等于1，然后 mout 就等于 a 嘛，else 呢 mout 就会等于是 b 啊，这边还有个等号等于 b，啊，这是另外一个写法，啊，那未来我们大概都会用这种 behavior modeling 的写法来做。好，今天还要再讲另外一个常用的，就是这个 case，啊 case，好，这是case 大概是这样啊，这个 case 呢是这个就是4到1线的这个 multiplexer 啊 multiplexer，啊，那因为它有4路嘛，所以你的 multiplexer 的这个 select 这个选择，它必须要2个 bit，啊，因为2个 bit 你才能够选4样东西啊，啊，那 always 呢后面的就会随着in，这个是 input 4个 input，还有 select 好来变化。好，那写法是这样 ，case 的写法就是说，那个依照什么来判断？啊，我们刚刚那个 if 呢是依照那个这个括号的条件嘛，啊，case 的话也是依照这个，啊，选择的条件是依照你选定的这个变数，啊，如果这个意思是这样，如果你的 select 是00，这个意思等一下我们会再看，如果是00的话，它就会做这个事情；如果是01，它就会做这个事情。那做什么事？其实就是你的 in 第0个 in 就会跑到 output 去做的事情就是把不同的 input 切换到 output 去那切换呢就是依照 select 的数值来改变。那最后你要记得这边有个 end case case 要 end case。总结来讲这个是你要知道基本的架构是什么 module end module，然后3种 Verilog 的写法。那我们未来只会一直练习的就是 behavior 的 modeling。还有呢常用的 symbol 这个刚刚看到那个常用的 symbol， 还有呢 behavior modeling 需要用这个 always， 有一定至少包含一个的 always。再来呢 if 跟 case， 这是今天我们要练习的这个是要再重复讲一次了就是你的那个程式码大概需要长的内容是像这个样子那这边是描述输入了，这边是描述那个内部使用，你可以while 或者是 reg 是暂存器这个是 behavior modeling 的时候一定要用到 reg 刚刚这个好像没有讲到在 behavior model 你在 always 里面你的输出的部分一定是一个暂存器
所以我的 mout 必须用 ig 来修饰它，它既是 output，它也是一个暂存器，所以你可以这样写，那这个是 behavior model 用 OS 里面等号的左边一定要是暂存器的。这边呢我们在讲说它在 Verilog 里面数字的表示它大概会有这几个种类这个意思呢就是第一个5一撇代表是几个 bit 知道几个 bit 就它的数值的容量。B 呢是2进位，那后面就是2进位的表示01010101是2进位的0101什么都没有写，像这个22就它已经就是10进位我们习惯写的东西它就10进位。再来呢，这是12 bit 的 B 是2进位嘛，所以后面是带2进位它多了这个底线就是增加我们的可读性而已啦所以这个有这个没这个其实一样的。那4一撇呢，这个代表4 bit，H 呢就代表16进位16进位，所以它就会有 F 了就有 F。所以格式大概这样，就是一撇左边呢是长度几位元的长度，再来呢是数值的表示的进制，10进位、2进位、16进位、8进位之类的这个才最后面才会是资料。这边又是把前面的再讲一次怎么宣告你要宣告那个几个同样的资料一起，我们就把它叫做是一个 bus 比方说 output 30A 这代表 A 呢是一个0到3嘛，3到0就是4个 bit 那你可以使用就是 A0、A1、A2、A3 那 REG 03这代表是 BC 呢就是内部的暂存器所以你可以用就是这样 B0、B1、B2、B3 你可以写3冒号0，写0冒号3只是就是这个是它的 ordering 不太一样但是它的容量是一样，都是4 bit 4 bit你要注意到它的这个范围就0到0123这样那你可以选择其中一部分，比方说 A 呢是3到0，它有4个 bit 2冒号1什么意思？我只管2其中的第2个跟这个应该讲 A1、A2 我只管这2个，我觉得可以这样写就可以。然后呢，这个可以等于什么 ？B0 这一个，然后还有 C 的1、2，把 C 的1、2跟 B0 做一个 AND 这意思是这样。C1、2、C1、C2跟 B0 做 AND 你如果还不太熟的话，你就最好一次4个 bit 一起做运算，或者一个 bit 做运算那这只是一些范例跟大家讲，其实还可以这样做等到你要用的时候，你自己尝试的去练习看看，或者是再多看一些范例试试看再去验证。写程式就是这样，你验证用去写，然后看它的结果，然后去知道说这个指令它的动作是什么。这个是通常我们在写程式的时候一个流程那以 Verilog 来看的话这个是我们的开发版，对不对？那你要知道说这个礼拜我们的学习的目标是什么？依照学习的目标，我们要怎样在这个开发版上面去设计一个实验那设计这个实验呢，再有一个验证的结果如果有问题呢，你就要去看实验是不对呢，还是说我的程式写错这也是有可能所以你必须要反复去修正去看你的程式，或者说你的实验设计的不对慢慢的老师会希望说这个实验设计你自己去想自己去想想看有什么样的实验可以来做你要自己去做这个动作如果老师设计的实验你只是把这个程式码打一打那其实是没有任何的学习的效果因为你只看到出结果，那结果你还是不会所以请大家你在写这些程式的时候，你务必呢去思考一下，这程式到底要怎么写那程式跑出来结果是什么？
一定要去了解一下每一行它的意思是什么。好，那这个礼拜我们的目标就是去了解 if statement 是什么。那 if statement if else 其实就是 if else if else 通常就是我们在流程图上的表示就是用一个菱形这菱形就是一个插入了然后这边会有条件这个条件如果成立，我就会做某一件事情以这个例子来看，就是做 statement one 如果不成立，就跑到 else 嘛，它就做 statement two 所以里面的这两件事情只会发生一种这一种呢，就是叫 if else 的 statement。那网络上其实是有很多的一些范例或者一些说明一些教学其实我们都可以去拿出来看比方说，这个他就告诉你这个 if 怎么写这个他怎么写，然后这边就会有一些例子这会有一些例子这个比较复杂这个就是有 if else 的例子那这个就更复杂一点这样子你看这个电路图你要做变成是这个样子你写成是几行就写完几行就写完这个之后我们再来做一些练习那这个只是让你可以想要参考一下，网络上搜寻一下，很快就会有。再来是 case statement 这我们刚刚有看到 case statement。case statement 呢，其实跟 if else 其实还蛮像的if else 呢，它其实只有两个选择 ，case 呢怎么样？一堆选择你就是多选择的情况下，你就是用 case 你如果只有两个选，那就是 if else 这样好，那多选择那个 case 怎么写？我们刚刚前面有看到一点例子嘛那你也可以再点进去看说那这个 case 要怎么写case 这边会有个 end case 它还有一个比较特别说，它可以写 default 只是说前面都没有发生的时候，那就做这个事情嘛所以这个是 default 的意思OK 就是像这样这个就是 select 就是这个 multiplexer 吧这 multiplexer 就是选 A 选 B 选 C 就跟刚刚很像有没有？然后 default 呢就是输出是零不管就不选了嘛，就是输出是零的意思。然后又再重复讲一次这个礼拜我们要做的事情呢，就是做这个 input output 了解一下 input output，还有 if else 怎么写，还有那个 case 怎么写这个是基本的一些常会看到的那个我们叫 statement 那这个是我们设计的步骤。第一个你要知道 hardware 硬体上怎么接然后呢这个工作的原理是什么，写程式，再来呢去设定它的 pin assignment，然后编译，再来就是 download。那老师做一个简单的 demo 给大家看老师要做一个 input 跟一个 output 就是 key one 跟 LED one。那我用 statement 的就是 if else 这样那我想要做的事情就是key one 如果被按的时候然后呢这个 LED one 呢就要亮那这个key 那个如果它放开了 LED one 就是 off 放开它就是 off。好，首先我们要知道它的 hardware，hardware 大概是怎么样LED 上个礼拜我们有稍微看过它是一个你要怎么让它亮它的接法是这样三角形代表它的方向，那这边是 high 所以你要让它亮，这边就要给 low 那这边呢是 LED 1 2 3 4 5 6 7 8分别代表8个 LED 这是它的线路的名称LED 1到 LED 8右边呢是按键它有6个按键，分别叫 S1 到 S6那你可以看到如果没有按的时候
像这 S1 没有按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个电阻嘛，所以这个资料看到就会是 high，这个叫 poor high，所以意思就是说你压下去的时候呢，这一点呢就变成 low，因为短路嘛，这里就变成 low。那接到 CPLD 里面的电路呢，就是 Key 1到 Key 6，Key 1到 Key 6，所以这个部分你要知道它怎么接。再我们就去看一下分别接到哪里去啊？比方说这个 Key 1在这里，Key 1呢是接到什么 Pin 49，然后呢 LED 1我们要用的 LED 1在哪里？这里，然后呢接到是 CPLD 的 Pin 67，所以你必须把这些的关系搞清楚，找到那这个怎么找到？看电路图就是像这样子，我们要看电路图。然后所以你必须在你的报告里面，你就必须把这个整理出来Pin 1呢是49，对 ，Key 1是49，LED 1呢刚刚好像是67吧LED 1是67，我们必须把这个记住Pin 1不是 Key 1是49，LED 1是67。好，那如果你是8颗 LED 都用到你这个 block 大概长得这样输出8个 LED，输入6个 key 然后再就要想这方选要有什么样的方选，然后来可以做我们要想做的练习这样。好，那这个我们刚刚讲到 Key 1呢就要接49，LED 1要接到67那怎么做呢？就是在 Pin Planner 里面要去设定这个 assignment。好，那我们来 create 一个新的 project 从头开始来做一次看看。好，我们把 Quartz 打开，那这边有一个 create 那这个是它的一些动作。好，那我们就我随便打一个叫 demo one。这个名字没有差随便他只是跟你说这个路径不在，要不要建立一个路径？就建立一个路径，然后 next 当然我们要选择我们的这个 device 叫 Max2，然后好像是 T 的我们是 T115T115 next， 然后我们用的语言是 Verilog next， 好了就 OK。好，那进去之后它是一个空的 project 那你就必须 new 一个新的new 一个 Verilog OK。好，那你要注意到我的这个名称OK demo one。这个 module 名称我还没给先把它存起来。OK， 它预设存的会是你的 project 的名称所以它存的就是 demo one 点 v 嘛 OK， 所以我的这个 module 名称就是 demo one 然后这边就是我的 input output， 比方说 in out 这样。那如果我们不是很熟的时候，我们就再回去看一下一些简单的这个范例我们可以看刚刚那个 if 的范例就好了。if 的是这个。好，那我们必须那个输出要把它设定成这个暂存器，然后用 always。好，所以我们来写一下。
后呢，我看一下，我把它用这个好 key one，然后呢，这个叫 LED one 这样，这样可能跟我们的名称比较 match 一点。然后 input，好，那我们再回来程式可是刚接个电话，后来就先把程式先打完了。那我们可以看到输入的这个 key one 输出呢是 LED one 那输出因为我们用 behavior 的那个 modeling，所以我们就用 always。那这个时候我们里面的那个需要用到暂存器所以这个地方你必须把 LED one 修饰成那个 reg 去修饰它。那我们就可以写这边加一个 always， 然后呢里面呢就是用 key one 来做触发那这个是 begin end 就是我如果叙述比较长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个 begin end 超过一个 statement 的时候，我们需要用 begin end 把它框起来这代表 always 的范围那这个写法就是最基本的 if else 如果这个条件有没有成立，这个条件成立的时候就会做这个事情，不成立的时候呢就会做下面这个事情。好，那这时候你就可以做编译编译没有，还不能做编译跟烧录，因为我们还有一件事情要做，我们必须做这个叫 pin planner，pin planner，pin planner 来定义一下这个接线，这个程式怎么跟外部的电路串起来，这个怎么跟外部电路串起来？好，我们记得 key one 是49，对不对？所以你必须在这个 location 这里把它选一下 pin 49。然后呢 ，LED 我记得是67，所以你要把这个设定成哪里？哎，67。好，设定完之后，然后才可以做编译。所以在编译之前，你一定要把 pin planner 这个它跟外部的这个接线先设定好，一定要设定好，它才可以做编译不然的话，它虽然烧在里面，可是它怎么跟外部接的，你没有定义，那这个程式基本上其实是没有作用，因为它没有办法跟外部的这些按键或 LED 做联动。再来就可以做下载。好，那第一次下载你可能会这边可能没有打勾，要记得把它打勾，然后这个下载器要把它选好，之后呢，一切正常我就可以 start。好，等到它跑完。好，跑完的话，我们来看一下结果是什么。好，现在8颗 LED 都亮。好，那 S1 在这里，那我压一下 S1 看看。好，压一下 S1。对，应该可以就看到嘛，压下去的时候呢是暗，放开的时候是亮。压下去的时候，放开。好，那这个就是一个我使用到了按键，还有使用到 LED 来做一个 if else 的一个练习。所以请大家未来你就要朝向这个方式。我们如果用这个硬体来做一些程式上这些指令这些指令上的一些练习。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那跟我设定的对不对？我们来做一个检查一下。好，来设一个检查看看。关掉。好，我们把它做一个检查，就是我本来是要什么？压的时候才亮，压的时候才亮，然后所以我现在是不压的时候亮，所以表示我程式写反了，然后我们赶快把它改一下，这就是说，你的程式写出来结果，跟你的预期不太一样，就没关系，就改一下就好。所以呢，我就把它，我们是 key one 等于1的时候，它是写反了 ，key one 等于1的时候，它那个是
应该是，我应该是零的时候，因为压下去的时候呢是短路，它就变成是零，它读到会是零，所以我应该是短压下去的时候，量呢是要是漏的时候它才会亮，所以把这个调整一下，应该就可以了。那所以这个简单的 demo 是让大家知道，啊，未来呢就是用这个方式来去做一些呃练习。所以呢你现在应该就可以看到它现在已经不亮了没有压嘛，所以压下去应该是亮，然后放开就不亮。OK， 这个就是老师给大家的 demo，但是你不是要做你不是要你做这个。好，那刚刚我示范的是说从头到尾都自己建立一个新的 project，你也可以用它既有的这个 project 来使用，既有的 project，比方说这样子好了，比方说，呃，比方说，我开一个已经有的 project 好了，然后从这边是一个全新的范例那我刚刚说可以用这个这个是 key 跟 LED 的练习。好，那怎么做呢？你可以把它复制，就 Ctrl C 加 Ctrl V，你是不是就复制了一个？那这边呢，我就可以来把目录改一下，Lab 7，Lab 7改一下，这样你就会有就是复制旧的 project。好，那我们看一下再来怎么做呢？复制旧的 project，你可以用旧的 project 来做了。好，我把这个 close，然后开一个新的 project，open project，然后呢是在这里，我刚刚弄一个 lab 7嘛，所以在这里有一个 lab 7的，这有个 lab 7，好，它的名称还是叫 key LED 啦，但是没有关系，你就直接开。好，那他会跟你说这个版本怎么样，你就是按照 yes 就好了。好 ，OK， 好，那你把这个是它的程式嘛，你要记得，因为它的名字就是 key LED 嘛，所以你这边的 module 名称也还是维持 key LED 没有关系。好，那这边呢是那个厂商的，然后因为它这都是简体字啦，所以你看到会是这样。如果你想要看它的一些说明，其实很简单，你就是随便找一个文字编辑器，像我习惯用的是这个 Notepad，你把它用这 Notepad 打开，你就可以看到那个简体的那个2个斜线的是它的说明嘛，如果想要看它的说明，就是用其他的方式来开，不然的话 Quartz 里面看不到简体字了，所以你可以用其他东西来开。那这个程式，我们来看一下程式干了什么事这个程式呢，只有6个6个 key， 6个 LED，所以从这边也可以看到，它只用到6个 LED。那它做了什么事？这个就是让你练习那个 case，练习那个 case，练习 case，那这个只是说，它要宣告一个战斗器叫 buffer，这里这个其实 buffer 基本上就是跟 key 它把 key 资料呢导到 buffer 暂存器，然后呢去做 buffer 暂存器的 switch，如果我的 buffer 等于这个，然后呢就会亮这样，那如果 buffer 等于这个就会亮什么？这样，那你可以看到呢，这个 case 呢是亮1颗，有没有？第二 case 呢就亮2颗，第三个 case 呢亮了3颗，所以这个意思是说我按了 S1 会亮1颗，按了 S2 会亮了2颗，所以按了 S6呢就亮了那个6颗，6颗全亮了。
那除此之外，就是不亮，啊，所以就是说它只有我选定的这6个 case 会有反应，其他就不会有反应，啊，那什么意思？两个一起按会怎么样？如果我那个 S1 S2 一起按，就会跑到这里来，因为 S1 S2 一起按呢，它会是111100，啊，1100没有在这6个里面选项里面啊，所以不在选项里面就会跑到最下面去，好，所以等一下你就会看到它没有按两个，啊，按两个这反而是不会亮。OK， 好，那用既有的 project 的好处就是 Pin Planner， 啊 Pin Planner 它已经设定好了，啊，这是 Pin Planner 已经帮你设定好了，啊，这是它的一个好处啦。好，好，啊，一样你可以把它做编译啊，啊，然后呢做下载。好，那这个下载你可以看，哎，都空空的啊，空的没关系，就自己加嘛 ，add file， 啊 ，add file， 这个加上去，啊，这个打勾，然后呢这个下载。好，再来我们再切到这里来看，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刚开始呢全部按的，哦，全部都是按的哦，然后 S1 一颗，然后 S2 2颗，然后 S3 3颗，S6 6颗，啊，7、8那2颗永远不会亮，因为没有写嘛，好，这样子，好，那2颗一起按，哦，不会亮，那你看到偶尔会闪一下是什么？因为我不可能2个按键速度一样快啊，所以有的时候会只有1颗，啊，所以它会在那边闪一下。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利用它的 project 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很快的做一点修改。你只要它用的一些周边是你有用到，那就可以拿来用。这个是这投影片呢，老师是把一些资料说明在上面你自己可以再看一下它这是提醒这些按键要弄，那个 Pin Planner 要把它设定好。好，最后呢，请大家做2个练习这边有exercise 1跟 exercise 2，请大家做这2个练习。第一个练习比较简单，这个也是用 case，就是说如果 key 1被按的时候呢，第1颗亮 ，key 2呢是第2颗亮 ，key 3呢就第3颗亮，所以 key 1跟 key 2呢，如果同时按，那当然不会亮因为这边是 only 嘛，only，就是你按的这个，然后呢，相对的 LED 要亮。那这个第一个应该不会太困难，所以请你把你的这个需要上传有2样东西，一个是 Word， 一个呢是你的 Project，因为我们刚刚你有看到这个 Lab 7里面它里面有一堆东西所以呢，请你就直接按右键，这边是不是有压缩？压缩你可以把它压缩成一个 IR，然后再放到 Model 上面去。OK， 好，所以这个是 exercise 1那个说明你可以写在同一个 Word 里面就好了那个压缩档就是一个 project 一个压缩档那 Lab 2呢 ？Lab 2就是写法的是这样，然后如果 Key 1呢被按了，就 LED 亮，Key 2被按了就第2个 LED 亮，那
哎，跟刚刚有什么不太一样？这时候两个一起按呢，啊，key one key two 都同时按的时候，那两个都要亮啊，啊，两个都要亮，啊，那请大家想想看，啊，这样要怎么写？啊，这样要怎么写？啊，那简单来讲就是你就一个一个 LED 啊，分别去设定它，啊，我们刚刚的这个看到这个是6个一起设定，有没有？LED 啊，这是 LED 的输出呢，是6个一起设定。事实上，你可以一个一个去设定它。啊，那什么叫一个一个去设定它？就是像刚刚，我看前面有没有个例子？哎，啊，就是我自己的例子了。那就是啊，没有，哎，来我直接写，我把它写在上面好了。好，我们前面这边有宣告嘛，LED 是1到6嘛，然后 key 呢也是1到6，所以你这边是可以写这样啊，LED 1就是第一颗啊，然后呢 LED 2就是第二颗，这就是一颗一颗去设定啊，你啊用这个方式啊等于怎么样啊，你这个就可以分别去指定了，意思是这样。那如果是刚刚这是什么？一起指定啊，6个 bit 同时等于这样，好，这是6个 bit 一起嘛？那你也可以一个一个 bit 一起，这也是可以。